当三角洲与现实世界融合，每个国家将随机挑选几人进入游戏，游戏中将会随机刷新不同难度的禁区和各种高价值物资。有人从禁区中带出非洲之星，一夜暴富；有的人带出刀片服务器，使国家科技飞速发展。可一旦在里面资产落后，就会被世界意志直接抹杀。而且游戏和现实资产可以相互转移，而你刚开局就被校花女友诬告强勾告上法院，不仅被骗光了所有家产，还将面临3年的牢狱之灾。就在你即将被押送至法院时，天空上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滑落，直接将我传送到了一个陌生世界。而在你身边的则是数不尽的陌生人，这里不仅有龙国人，还有其他国家的。在场的每个人头顶都有着一串数字，大部分人头顶的数字都在几万到10几万。当别人看到你头顶数字时，却是传来了一阵惊呼与嘲笑。我靠，这个人的初始资产竟然是0蛋！看来这一届国运竞赛的倒数第1名非他莫属。自从现实与国运三角洲融合已经接连进行过2届国运竞赛，而龙国因为自身的游戏产业不发达，导致在国运竞赛中战败了下来。前2届倒数第1名全部都是龙国人，这导致龙国的国运大幅度下跌。如果不是因为浓厚的历史底蕴，恐怕国土都将会被西巴国和樱花国强行吞并。现在这2个邻国虎视眈眈，势必要在这一届竞赛中强行瓜分龙国的国土。龙国为了这场竞赛也是提前做了不少的准备。这时龙国的高层怎么都没想到，被选召进游戏的龙国人里竟然有一个资产为0的家伙。这些高层顿时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突然天空之上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声音：欢迎诸位来到第3届国运三角洲游戏。本届游戏共有120个国家参与，玩家总人数为12000人，每名玩家每天最少参与10局游戏，对局次数少于10局将会被直接抹杀。在游戏中，玩家可以通过搜索赚取金钱，被击杀后玩家并不会真的死，但会损失身上所有的道具。每名玩家都拥有自己的专属特勤处，升级自己的特勤处会获得属性提升。玩家初始等级为1级，并且每一名玩家都拥有不同的天赋技能。在首次进入到特勤处之后可自行抽取，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干员，利用不同技能作战。3个月之后，本届游戏自动结束，结束后将按照玩家的哈夫币资产进行排名。规则宣读完毕10秒之后，所有玩家将被传送进自己的特勤处。你轻轻的点了点头，这些规则跟前世的游戏玩法似乎也差不多。忽然间你仿佛感受到了什么，朝着旁边转过了头，只见在旁边樱花国的方阵中，站在最前方的一个矮鬼子正死死的盯着，而在他的头顶一长串的资产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竟然足足有5个多亿。那矮鬼子狞笑了一下，随后大拇指伸出，对着你比划了一个割脖子的手势。下一瞬一道金光闪烁，所有的参赛玩家都被传送到了各自的特勤处。另一边樱花国的皇宫之中，天皇猛然一拍桌子，大笑着说道：斯巴拉西计划低干活，天王龙国，这一次乃是我樱花国崛起之机。这时的你站在充满金属质感特勤处内，扫视了一下周围各式各样的仪器，满意的点点，这特勤处整个倒还真是有模有样。突然之间，你的面前出现了一张金色的卡牌，欢迎新玩家，请抽取您的专属玩家天赋。你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个世界的记忆，这里的玩家天赋各有不同，比如霰弹枪伤害增加、狙击枪伤害增加这样的攻击天赋，还有体力恢复速度增加、受到冲锋枪伤害减少这样的辅助天赋。我的天赋会是什么呢？倒还真的让人期待。你兴奋地搓了搓手，随后径直翻开了那一张金色卡牌。下一瞬间，金色的卡牌化为无数金色的光点，融入到了你的身体之中。而同一时间，一个声音也是在你的脑海之中响起：恭喜您抽中红色天赋进化型安全箱。玩家初始拥有2个空间的随身安全箱，死亡后安全箱内的道具不会掉，并且玩家的个人资产达到不同的阶段时，安全箱的内部空间也会相应扩大。当前目标资产达到10万，安全箱格数加4，进化型安全箱妙啊，简直是属我的本命天赋。随后你手一挥，在你的面前瞬间出现了一道虚幻的游戏面，游戏面板的样子和游戏主页大差不差。而当你看到空空如也的仓库和数字为0的夫币数量，顿时叹了口气。看来首先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先想办法赚到第一桶金。这时夏国最大的直播平台上，上千万人正在一同观看着你的第一场对决。而在直播间的解说台上，一名解说员黄翔正在激动地喷吐的吐沫星子。新玩家的第一把游戏都是普通0号大把，对抗强度应该没有那么高了，兴许小柯能够偷着摸点东西，然后就撤离了。不对，王腾好像也匹配进去，他和小柯可能进的是一把游戏，满配金弹 M14对一把刀，这是什么逆天匹配机制？你此时正站在虚幻的空间之中，在你面前的是一张巨大的蓝色屏幕，屏幕上除了 GTI 组织的图标之外，还有着一个个熟悉的头像，正是三角洲行动中的诸多干员。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了红狼。下一瞬间，你的身躯之上光芒一闪，红狼身上的装备全部出现在了你的身体之上。你此时坐在直升机上，正在跟对面的 GTI 士兵大眼瞪小眼。直升机缓缓朝着下方落去，而那名士兵也是骤然站起了身来，将一根安全绳捆在了你的腰上。准备好了吗？你连忙摇了摇头，还没准备好就对了。士兵一脚把你给踢了下去，你顺着绳索逐渐落在了坚实的地面上。你特么的，竟然要踹我下去，还问我干什么呢？你无奈的吐槽了一句，随后扫视了一下周围。我去，这局运气不错啊，竟然是行政楼西楼1号位。直播间中，黄翔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这特么的运气也太背了吧！小柯现在手里没有装备，还偏偏给他落在了最危险的行政楼1号，这简直是不给他活路啊！就在此时，在黄翔和观众们惊讶的目光之中，你手持匕首，竟然飞快地朝着行政楼大门冲了进去。这时不远处一阵脚步声传来，顿时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只见在你的不远处，一个戴着红色面巾的阿萨拉士兵快步跑来，真是老朋友啊！你朝他扔了一颗烟雾弹，阿萨拉士兵吓了一跳，下一瞬滚滚烟雾便是从他的脚下骤然扩散开，而你此时快步上前，一个轻巧的滑铲跳，手中的
匕首连续划过，高额的爆头伤害直接秒杀了这个阿萨拉士兵。直播间中，黄翔忍不住大声称赞他：好漂亮的烟雾弹，好流畅的操作。看到眼前灰黑色的盒子，你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标起了手速。你的右手一挥，直接打开了阿萨拉士兵的物品：头甲、枪、胸挂、背包，所有的物品瞬间出现在了你身上。有了这些就够了，接下来就等第一个受害者的降临。你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一路拐弯抹角，从航政楼的大门进入到了东楼中。你飞快的上了2楼，随后趴在了西楼前往东楼的通道的拐角，利用周围的阴影遮蔽住了自己的身影。陷阱已经设下，就等着有缘人的到来了。直播间里，黄翔惊讶地说道：“柯三光这是想要夺舍啊，竟然就连特种兵的潜伏招数都整上了。如果遇到眼神不好的，还真能让他夺舍成功。但是赶来行政楼的都是4套，他这人机装备根本打不死对手啊，顶多降低对手护甲的耐久度。”听到黄翔的话，直播间中的观众们也是议论纷纷。没错，1级子弹打在6级护甲上面，就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懂不懂什么叫做刘涛的神力啊？不好，王腾那一队好像落的是行政楼东楼的1号位，他们已经进入到行政楼里面了。王少，你的手气真的好啊，竟然第一局就直接出了一个小红，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U 盘，其价值竟然接近30万哈夫币，已经是他所有身家的2倍了。这是王腾在2楼的骇客电脑之中开出来的，虽然这小30万他还不太看得上眼，但是毕竟是在国运三角洲游戏之中出的第一个红色物品。王腾呵呵笑道：“这玩意我拿回去放在仓库里，就当图一个吉利，等下次再出了红色道具，就给你们2个分享。”国运三角洲游戏之中有组队游戏的功能，除了陈明，王腾还邀请了一个退伍军人，邀请他成为自己的护航。而白宇虽然看不上王腾这一副富二代的骄横样子，但他身上那一身亮闪闪的6级红色套装却是不折不扣的强大战力，再加上王腾信誓旦旦会和白宇无私分享自己获取到的道具，帮助他尽快成为和他一样的刘涛大佬，所以他也是加入到了这个3人小队之中。你们2个先把东楼的各个房间搜寻一下，那些白色和绿色的垃圾就不要了，还是尽量多装一些蓝色以上的高价值物品。我现在去一趟西楼，今天我的手气比较火热，或许能够在保险箱里开出非洲之星也说不定。白宇眉头一皱，沉声说道：“王少，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老六给偷袭了。我可是拥有刘涛神力的男人，再加上我手上的这把满配 M14，遇到了谁都不过是乱杀而已。你们安心搜索，我去开个保险箱就回来找你们。”王腾兴冲冲地朝着行政楼西楼的通道处走了过去。他这一局选择的干员是威龙，身上有着强大的喷气装置。只见王腾飞快地翻过了堆叠在一起的沙袋，随后身后一阵喷气，强大的气流托举着他直接冲过了前方的白色柜子。但就当他想要拐弯的时候，却是发现自己脚下的阴影中竟然趴着一个人。阿萨拉士兵的同款钢盔和护甲看得王腾微微一愣，心中暗道：为什么现在人机士兵都知道趴下攻击了？但是当他看到钢盔下面的那张脸的时候，却是瞬间面色一变，口中惊呼出声：“小柯，是你！”知道自己被小柯这个老六给阴了的王腾第一时间就想反击，但还没等他抬起手里的 M14，耳边就传来了一阵喷子沉重的枪声，砰砰！王腾血条瞬间清空，整个人一阵头晕目眩，躺倒在了地上。只见小柯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就像是被关了几10年的老光棍遇到了花姑娘时候的神情。小柯，你想要干什么？我警告你！王腾的话还没有说完，小柯手里的喷子再次喷吐出了火光，直接让他昏死了过去。小柯顺势扔出一颗烟雾弹，紧接着小柯直接打开了王腾的物品界面，手速之快几乎都标出了残影。头、甲、枪、胸挂、背包，恭喜你被我夺舍了。What？ 6级套装怎么可能被一把1级子弹的喷子给瞬间击倒？米国的官方直播间中，官方解说员同样在关注着下国玩家小柯的游戏画面。主要这个开局资产为0的玩家节目效果实在是太足了，导致观众们根本不想看其他人的对局。但当解说员和观众们看到小柯用手里的喷子一瞬间便将拥有6级套装的王腾给击倒的时候，却是纷纷震惊到了。难道国运三角洲游戏里可以开外挂不成？那个下国人一定是开启了一击必杀。然而就在此时，旁边却是传来了一个冰冷犹如玉石撞击一般的声音，并不是这样，是因为小柯明白了1级子弹的正确使用方式。解说员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微微一愣，随后猛然站起了身来，无比震惊地说道：“竟然是您来了！第一届国运三角洲游戏冠军，如今蓝英国的顶尖富豪之一艾莉西亚，而她身上所穿着的正是第一届国运三角洲游戏冠军的专属皮肤，由世界意志为她量身打造的红狼皮肤10金玫瑰。这一次国运三角洲游戏的精彩程度远远超过上一届，我很感兴趣，所以自告奋勇来当嘉宾解说。”随后他的目光望向了游戏直播画面里小柯夺舍倒霉的王腾的场景，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之前你们都陷入到了一个误区里，那就是1级子弹不如更高级的子弹，但实际上三角洲游戏中的防具并不能覆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而那些裸露的地方恰恰就是所谓刘涛大神的弱点。1级子弹虽然打不穿你的护甲，但是我不打你的护甲不就得了？小柯嘿嘿笑道：“你的身上虽然穿了防弹衣，但是腿部可是没有任何的防护。1级子弹虽然穿甲能力不强，但问题是你的腿可没有耐久度这一说啊。所谓肉弹修脚，刺枪就倒，就算你是刘涛大佬，也只能乖乖被我夺舍。”一瞬之间便舔干净了王腾身上的所有道具。小柯现在和之前的王腾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刚才从人机士兵身上舔来的一套装备，此
此时全都穿在了王腾的身上，而小柯现在却是不折不扣的流掏大佬，甚至手里拿着王腾的满配 M14以及一大堆的金弹。所谓金弹，就是能够购买的最高级别的子弹，随便一颗就价值几千哈夫币。此时烟雾弹的黑色烟雾还没有散尽，小柯没有丝毫的犹豫，伸出右手用力一捏，外骨骼启动。只见小柯此时的移速大大增加，手中的黑鹰匕首直接破开了窗户上的玻璃，跳了下去。随后他头也不回的朝着0号大坝前方集装箱的方向跑了过去，似乎想要直接撤离。这是怎么回事？柯三光既然抢到了6级套，为什么不继续游戏，反而要撤离？夏国直播间里，黄翔不解的说道。但是直播画面里的小叶却是恰好嘟囔了一句，估计这一局的整个地图里，就王腾这个没脑筋的富二代最匪，把他抢光了之后，我还去抢别人干什么？就他们身上那点穷的可怜的物资，加在一块都不如耗费的金弹值钱，完全是赔本买卖。有这时间不如赶紧撤离，直接开下一局，准备继续夺射下一个受害者。黄翔闻言顿时愣在了原地，而直播间里的弹幕也是疯狂翻滚了起来。我靠，这就是游戏天才的思路吗？学到了，学到了。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柯三光可谓是将这个计划给发挥到了极致啊。话说他现在都有钱了，我们还叫他柯三光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他现在是胸挂要抢光，背包要抢光，就连手里的枪也要抢光，不还是柯三光吗？言之有理。王腾从昏迷中逐渐醒来，看到自己一身人机装备，顿时傻眼了。畜生啊，怕马的畜生啊！我的钱，小柯，你这就是在抢劫！等我出去一定要告你！王腾的话一出，顿时让白宇对他更没什么好感了。王腾的老子，天龙建工集团的董事长，或许的确是一个人物，但是他的儿子却是如此的不成器，真可谓是虎父生了个犬子。王少，是小柯抢走了你的6级套装吗？陈明惊讶地说道。但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开局的资产为0，怎么可能打得过你？白宇扫了一眼，随后指着王腾腿上的伤口，他应该是没有攻击王少被护甲覆盖的地方，只是攻击了他的腿部。看样子，小柯对于这个游戏有着很深的了解，知道怎么对付6级套装的玩家。王腾此时已经陷入到了崩溃，他身上的这一身套装已经花光了他接近1/3的资产，而且他的背包里还有着他刚刚从行政楼东楼搜集到的物品，包括刚出的量子存储，加在一起也有几十万。但是转瞬之间，王腾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离他而去。王腾大声怒吼道：“你们2个现在快去杀了小柯，把我的6级套装给抢回来！”白宇闻言和陈明2人面面相觑，他们2人都是面露难色。杀掉小柯，就凭他们2个，他们身上的防具能够扛得住几发 M14发射出来的5级子弹，恐怕刚刚冒头就会被小柯一枪把头盔连人直接都给报废掉。叶少，你冷静一点，毕竟现在你还活着不是吗？白宇劝说道。现在我们一起去其他的地方搜索，避开小柯，兴许能出大红呢。王腾闻言眉头顿时竖起，对着白宇恶狠狠地说道：“怎么？难道你怕了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敢违背我的意思，我让你去追，你现在就赶紧去，哪来的那么多废话？”陈明的面色一僵，有些不安地望向了一旁的白宇。果然，此时白宇的面色一阵青一阵红，随后冷声说道：“王腾，给你一点好脸，你还真把自己当做个人物了。要是没有你的便宜老爹，像你这种人就连站在我面前都不配。我有游戏技术，有不错的装备，轻轻松松就能够进入到所有玩家的前100名之中，出去之后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豪。所以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脸色？你以为你是谁？”说罢，白宇将枪朝着身后一背，径直转头离去。这一局之后你就不要再联系我了，如果下次我们在对局之中遇见，我肯定会一枪爆掉你的狗头。看着白宇离去的背影，王腾的心中也是后悔失言，但是话一出口，也再也没有后悔的余地。王腾发现自己的腿真的被打断，走路非常缓慢。在国运三角洲游戏之中，如果某个部位受到过多的伤害，会造成骨折之类的损伤，这时就需要手术包来治疗。王腾打开了自己的背包，但是小柯的背包是从人机士兵的身上取来的，里面并没有任何的药品，于是只能舔着脸对旁边的陈明说道：“你能不能给我点药？我真的好痛！”呜呜，身体上传来的痛苦，再加上失去自己视若珍宝的6级套装，王腾不禁委屈地哭了起来。陈明虽然有些肉疼，毕竟一个手术包的价格足足有好几千块，他都是打算省着用的，但王腾是他的大金主，而且说实话，现在的王腾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可怜。陈明取出了一个白色品质的简易手术包，放在了王腾的面前。放心吧，王少，小柯他平常最听我的话，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反对。等打完了这一局，我出去私聊他，让他把你的6级套装还给你就是了。冰到人的爽感是100%，冰到王腾这个傻鸟的爽感是10000%。我猜他现在一定刚刚被救起来，流着口水瘸着腿，正在问队友讨要补给呢。大坝前方的集装箱旁边，小柯手持黑鹰匕首快速的向前跑动着，然而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却是让各个国家观看他游戏进程的观众们都是有些绷不住，捧腹大笑了起来。毕竟虽然大家的肤色和国籍不同，但是对于王腾这种脑残富二代的厌恶却是出奇的一致。而看到刚才还一副天老大他老二样子的王腾，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条路边被小柯随便一脚踢死的野狗，这种爽感简直比看电影都过瘾。蓝英国的直播间之中，艾莉西亚轻捂着红唇，显然也是被小柯刚才的这句话给逗笑了。一旁的解说员对他问道：“艾莉西亚小姐，您是否觉得这个夏国玩家有着成为这一届冠军的潜质？”艾莉西亚思索了一下，随后说道：“他的操作让我很吃惊，但仅凭这样的表现，还不能证明他拥有成为冠军的水平。而且我很好奇，他现在究竟想要往哪里撤离？”
行政楼最快的撤离方式应该是拉下里面的工业电闸，从大坝内部的电梯撤离。但是他一路朝着集装箱的方向跑去，而并没有拉下电闸，难道是走错路了吗？艾莉西亚的话也是所有观众们内心的疑惑。小柯究竟想要如何快速从这局游戏之中撤离？只见此时，小柯一路来到了行政楼东楼不远处，大坝最底部的灰白色斜柱旁，在斜柱的下方有着一堆木箱子，前方则是一个明黄色的梯子。小柯轻巧地翻过了木箱，顺着梯子朝上攀爬了过去。而在他面前的是几个铁架子支撑着的平台。跳跳乐，艾莉西亚惊讶地说道。一旁的解说员疑惑地问道：“您知道这里？”艾莉西亚点了点头。在0号大坝的坝顶有着一个撤离点，而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通过这一段平台，就能够一路乘坐滑索到达坝顶，迅速撤离。但是想要从这上面跳过去，难度极高，要控制好自己每一次前跳的力度，否则就会失足摔下去。我之前也尝试过走这一段路，但是成功率很低。没想到小柯竟然也知道这条近路。听到艾莉西亚的介绍，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都是提起了兴趣，就连身为冠军的艾莉西亚小姐都说成功率很低的撤离道路。难道小柯这个刚刚加入国运三角洲游戏的新玩家真的能够通过吗？小柯此时站在这一段跳跳乐面前，眼中没有任何的紧张与畏惧，反而满是怀念，真是熟悉的一幕啊！三角洲，你们的跑道皇帝又回来了。随后，只见小柯轻巧地跃上了一个又一个平台，期间还顺便搜罗了一下平台上的物资箱子。他的每一次跳跃都是如此的精准，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好像这里是他的家一样熟悉。而事实上，前世的小柯走过这条路已经不下几千次了，可以说闭着眼都可以跳过去。咚，一路连跳之后，小柯最终落在了一个被黄色栏杆所包围的铁平台上，而在前方便是到达0号大坝坝顶的滑索，隐约能够看到坝顶撤离点飘散出来的绿色烟雾。而在各个国家的官方直播间中，全球正在观看叶凡对局的所有观众，足足几亿人，同时震惊地睁大了双眼。艾莉西亚小姐，小柯他登顶了！解说员结结巴巴地说道。艾莉西亚沉默半晌，久久不语，足足过了几分钟，她才轻叹了一口气，眼眸之中仿佛燃烧着红色的炽热火焰。很可惜，她没有加入到第一届国运三角洲游戏的竞赛。有像这样强大的对手，这个游戏对我来说会更加的有趣。从0号大坝的坝顶乘坐直升机撤离之后，小柯重新回到了特勤处之中。恭喜您撤离成功！本局游戏时长7分钟04秒，总共击败1人，获得的总收益为7826259哈弗币。小柯看着面前游戏界面中的播报，嘴角也是忍不住微微抽搐了起来。这特么的收获，简直是离谱到逆天！前世的他在一局游戏中获得的最高收益也不过是1000多万，但那可是号称天才少年满地走的绝密航天啊！但是一局普通大坝跑道，他竟然就获得了小800万的收益，而且这些哈弗币是可以换算成等额的夏国币的。也就是说，他仅仅用了6分多钟就赚取到了龙城市中心的一栋豪华别墅。怪不得这个世界的人们对于国运三角洲游戏趋之若鹜，真可谓是逆天改命的最佳途径。看着自己仓库中的6级套装以及王腾精心改过的 M14精确射手步枪，小柯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下一瞬，他直接将这些东西一个个全都挂上了交易行。参加这一届国运三角洲游戏的玩家共有1万多名，里面也是不乏像王腾一样的有钱人。在他将这些道具挂上交易行的一瞬间，就立刻被其他的玩家给买走了。毕竟小柯挂在交易行上的价格比游戏官方的价格要低上一些，玩家们当然会优先购买他所出售的6级套装。玩家龟田次郎购买了您出售的 H70 精英头盔，获得255万哈弗币。玩家龟田次郎购买了您出售的泰坦防护装甲，获得372万哈弗币。玩家龟田次郎购买了。看到弹出来的一行行邮件，小柯无奈地挠了挠头，特么的，买他装备的竟然还是一个樱花小鬼子，早知道就先不卖了。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700多万的哈弗币已经装进了他的兜里，是不可能再掏出来了。玩家资产达到目标10万，安全箱容量加4，玩家资产累计达到目标500万，安全箱容量加4，安全箱格数增加到18。他打开自己的仓库界面，果然现在他的安全箱已经达到了足18格之多。随后，小柯再次打开了游戏的交易行，购买了一件绿色品质的 MC 防弹头盔，以及一件绿色品质的通用战术背心。最为关键的是，这2件装备不仅品质是绿的，就连颜色都是绿的。要想游戏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绿。小柯打开了武器列表，购买了一把 MP5 冲锋枪。随后他又打开子弹列表，购买了整整60发3级蓝色品质冲锋枪919毫米子弹。但是他所购买的919毫米冲锋枪子弹却是有着名堂，因为在口径的后面还有着 RIP 3个字符，也就是前世最为有名的肉弹。肉弹本身没有任何的穿甲属性，但是其伤害比例却是十分夸张，足足有140%的伤害比例。也就是说，如果直接打在肉身上的话，肉弹打2枪几乎相当于正常冲锋枪子弹打3枪，再配合上 MP5 冲锋枪那恐怖的射速，修脚只需要0.3秒左右，就能够将一名玩家的血条瞬间清空。而之所以选择 MP5 冲锋枪，一方面是因为其射速和后坐力都十分优秀，操控性十分强，还有就是因为它非常的便宜。小柯打开改枪台，熟练的购买了几个蓝色和绿色的配件，装在了新购买的 MP5 冲锋枪上面。而在枪械的属性界面上，这柄 MP5 冲锋枪的腰射精度直接达到了100的满值。小柯拿起这柄 MP5 冲锋枪，将刚刚购买的肉弹压进了弹匣之中，而他这一次依然是没有带任何的恢复道具。关闭了匹配队友的选项之后，再次开启了普通0号大坝的匹配，是时候寻找下一个受害者了。叶三光他又匹配进去了，还是普通0号大坝，而且他竟然又是行政楼西楼的1号位。他这一局选的还是红狼，看来是要将夺射流玩法贯彻到底了。我已经在为那个要被他夺射的人默哀了。夏国直播间之中，解说员黄翔看着小柯的游戏直播界面以及旁边翻滚着的弹幕，难道这一次叶三光他又要执行三光政策，将某
某一个可怜的玩家给夺舍了吗？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小柯竟然起了一套装备，尤其是他手里的那把 MP5 冲锋枪可是改装过的，价值8万多哈夫币啊！而且他这一次使用的是3级蓝色品质的子弹，一梭子下来也得要几万哈夫币。但是相对比起来，他那一身绿色的头甲倒是看上去挺环保的，但多少有些玻璃大炮的意思吧。听到黄翔的吐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顿时纷纷乐开了花。对啊，绿头加绿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这里克服乌龟呢。这一身装备也太搞了，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是对自己的枪法和身法有自信，觉得对面应该打不到他。不过说实话，就算对面把他打死也是没有什么用。他上一局赚的钱像这样的装备至少能起80多套。众人正在吐槽着小柯这一身有些离谱的装备，但是黄翔的双眼却是骤然瞪得滚圆，指着直播屏幕大声说道：“不对，他这一次竟然没有进入到行政楼之中，他蹲在了行政楼旁边的草丛里，而且还趴下了。我知道了，他这一次并没有想在行政楼里面阴人，而是想用绿色的植物作为掩护，换一个地方夺舍其他玩家。”小柯趴在茂盛的青草之中，在他的身边还有几处高大的绿色灌木遮蔽着他的身影，绿色的头盔、绿色的护甲，再加上红狼身上那一身黑绿相间的装备，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的话，别说是人类，就算是猫头鹰估计都看不出这里还趴着一个老兵。该死的樱花国人，竟然这么针对我夏国！行政楼之中，于安夏望着不远处已经陷入濒死状态的队友，忍不住愤怒地咬紧了银牙。而在他对面窗户的下方，王宇浩看了他一眼，示意他不要冲动。如果于安夏现在骤然起身，必然会被不远处早已架好枪的樱花国玩家直接爆头击杀，到时候会陷入更为绝望的处境。于安夏和王宇浩两人是夏国官方培养出来的，专门用来应对国运三角洲游戏的天才玩家。而在进入游戏之后，两人仔细阅读问一下特勤处中关于游戏一些细节的详细介绍，随后便组队开启了游戏。夏国已经提前在每一个被培养的游戏天才账户之中存储了3亿夏国币，而在进入到游戏之后，这些夏国币也被转化为了等量的哈夫币。所以于安夏和王宇浩两人都是开局便购买了一身6级红色品质的套装以及满配的枪械。但是他们匹配到的那个夏国队友虽然身家也算丰厚，但也只是购买了一身4级紫色品质的装备。可让于安夏他们这一队想不到的是，在进入到行政楼区域之后，一队樱花国的玩家就已经盯上了他们。而这一队樱花国玩家的带队者，正是刚刚购买了小柯出售的属于王腾的那一套红色套装的龟田次郎。因为装备的劣势再加上游戏爽约，于安夏和王宇浩两人匹配到的那名夏国队友猝不及防之下，直接便被龟田次郎手里的满配 M14 爆头击的控制不掉。两人第一时间想要反击，但却是被樱花国3人强大的火力压制，两人只能待在2楼，防止被樱花国玩家击倒。安夏，我用虎蹲炮先压制住他们，打开一个缺口，你趁机逃出去。王宇浩沉声说道。只要从行政楼离开，以你的实力应该可以在其他的点位搜寻，至少能够保住你身上的6级套装。于安夏用力摇了摇头，我们是战友，我绝不可能弃你而去，但是我们一起死在这里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的6级套装全都被樱花国玩家拿走，到时候还会增长他们的实力。王宇浩怒道，别忘了，我们身上的6级套装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夏国人民，容不得你任性。我的军衔比你高，要撤你先撤，这是命令。于安夏说道。而此时，在行政楼东楼的那一边，龟田次郎对其他的2名樱花国玩家说道，你们在这里架住他们2个，我去下面绕到他们的身后，咱们前后夹击。2名樱花国玩家点了点头，而龟田次郎蹑手蹑脚，缓步朝着行政楼的后方走去。他想要绕一个圈子，从东楼的下方绕到于安夏他们2人的身后。游击战不只是你们夏国人的专利，我们樱花国人同样也懂。龟田次郎心中嘿嘿笑道，等到我绕到你们2人的身后，你们2个人身上的流涛就要归我们樱花国所有了。然而就在龟田次郎刚刚走下行政楼的时候，突兀之间，旁边的草丛之中一阵密集的枪声瞬间响起，哒哒哒哒，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龟田次郎的血条就被瞬间清空，直接倒在了地上。他被这突兀之间的变化吓得裤裆里一湿，竟然直接吓尿了裤子。然而一颗烟雾弹在脚底瞬间爆开，耳边还隐约传来一道声音，特么的，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跟我家的狗尿了一样？我勒个擦！不对啊，我怎么感觉这身流涛看上去有些眼熟啊？小柯看着被自己换在身上的那一套6级套装，微微有些发愣，这好像是我刚才卖出去的那一套流涛吧？怎么又回到我的身上了？夏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听到小柯的嘀咕，也是顿时纷纷呆住。对啊，被小柯换在身上的那一身6级套装，好像就是最初王腾购买的那一身，甚至就连那把满配 M14上面的所有配件都是如出一辙，没有任何的更换。柯三光这家伙不地道啊，把这身6级套装卖给人家，然后又从人家的身上给抢回来了，左右手一倒，中间就净赚大几百万，这特么也太暴力了！谁让受害者非要选择跟柯三光这个家伙开一局游戏？这可真是太巧了。小柯拿完头甲枪、胸挂背包，直接就是花篮，随后扔下一颗烟雾弹，直接向大坝顶部跑去，巴格牙路。而就在此时，2个樱花国小日子愤怒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一个小樱花鬼子，那我从你身上拿走这身流涛就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但是小柯也不打算在这里浪费时间，金蛋可比小鬼子的命值钱，而且听刚才发出的枪声，这些樱花国鬼子应该是在跟行政楼上的另一队交火，自己也不宜在这里停留太多时间，毕竟就算自己真的把这几个樱花国鬼子全给杀了，到时候另一队过来劝架，他也有被包围并且击杀的风险。蓝英国直播间，艾莉西亚低垂着头，努力用手捂着嘴，旁边的蓝英国解说员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被老六阴了不可怕，但是吓到尿了裤子就非常离谱。上一届国运竞赛的冠军龟田一郎也算是一个人物，被称为依靠智商掌控整个战场的传奇人物，但是他的这个弟弟心理素质却是如此的差劲，可以说是将上一届冠军的樱花国的脸都给丢尽了。樱花国的皇宫之中，天皇注视着直播画面上从龟田次郎下身缓缓流出来的骚臭水迹，愤怒的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一郎，你的弟弟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武士的觉悟，他简直无
侮辱了武士道精神。龟田一郎连忙站起身来，对着天皇鞠躬道歉：“嗨，我以后一定会严加管教这个愚蠢的欧豆豆。但是陛下，那个小柯也绝对有问题，他简直是太过无耻了。”从游戏开局开始，已经过去了足足3分钟，小柯都一直趴在那一片草丛里。次郎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机会，就算是反应再快的人，也绝对无法逃脱被他偷袭。夏国人不愧是卑劣，手段都如此下作。天皇冷哼一声：“也就是说，你也看出来了那个小柯有问题，对吧？”龟田一郎点了点头，随后忧心忡忡地说道：“但是看刚才的样子，次郎他根本不知道将他击杀了的是小柯，也就是说，次郎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对小柯提起国运挑战，到时候情况就麻烦了。”有枪声，好像是从楼下传来的。王宇浩面色一变，随后惊讶地与于安夏交换了一个眼神。于安夏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将头轻轻探了出去，却是发现了一个正在朝着集装箱位置飞奔过去的身影。那道身影速度之快，几乎是一瞬之间就消失在了那一片集装箱之中。但是于安夏能够很明显地看到，那个人的身上似乎穿着一身6级红色套装，而那身套装原本是应该穿在龟田次郎身上。龟田次郎被人杀了，他的装备也被人抢了。于安夏惊讶地说道。王宇浩惊讶的双眼圆睁，随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他们解开眼前的困局。他从自己的背包之中取出了一枚感知激活针，扎在了自己的身上。随后，王宇浩感觉到自己的听力大幅度增加，能够倾听到周围的一切声音，而这其中就包括从楼下不远处传来肾上腺素急救的声音。那2个人在拉人，你把队友救起来，我去对付他们。王宇浩毫不犹豫从2楼一跃而下，而于安夏则是小心翼翼地抱起了濒死状态的队友，将他放到了安全位置，随后开始了急救。当2个樱花国鬼子赶到的时候，小柯早已经跑到了大坝跳跳乐下方的木箱子前面，而原地只剩下了昏死过去的倒霉蛋龟田次郎、龟田桑、八格牙鹿。谁偷走了龟田桑？低流涛看到戴着绿色头盔、穿着绿色防弹衣的龟田次郎，不由得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喜感，尤其是再加上他龟田的这个姓氏，看上去就更像是一只活王八了。2个队友之中，一个人架枪，另一人则是拿出了肾上腺素，开始对龟田次郎进行急救。被击倒的玩家进行急救需要消耗的时间，比救援被击倒的玩家要多得多，足足有10几秒的时间。而且救援龟田次郎的那名队友也被他那尿湿了的裤子给熏得直转头，几乎想要屏住呼吸。昏死过去的龟田次郎逐渐恢复了意识，睁开了双眼，眼中的世界也从朦胧渐渐变得清明。但是就在此时，在龟田次郎的视野之中，一枚炮弹却是斜着朝着他们3人的脚下坠落了下来。不好，是虎蹲炮！快跑！1炮3响！牛杯！这虎蹲炮释放的位置实在是太精准了，不愧是我们夏国的顶尖玩家，也亏着柯三光给他们几个解了围，要不然这一次就真的危险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讨论的热情，但是樱花国的队伍却是不怎么好用。一枚炮弹在龟田次郎和他2个队友的中间猛然炸开，随后一股无形的冲击波让周围的空气都猛地一震，强大的冲击力使得3人全都控制不住的瘫倒在了地面上，根本无法做出任何的动作。龟田次郎和他的2名队友同时被倒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宇浩朝着他们的位置一步一步走来。该死的夏国人，这一次让你们逃脱了，下一次你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龟田次郎愤怒地说道。王宇浩什么也没说，直接2个磁吸炸弹粘附在身上，发出了一阵滴滴滴的警报声。轰轰，2名樱花国鬼子直接成盒。而当龟田站起身来再一次睁开眼时，除了那把 MP5 弹夹里的子弹之外，背包里什么都没有了。八嘎，这个该死的老六，下次被我抓到一定不会放过你。龟田次郎在原地气得跳脚，然而此时在他身后却是传来了一声愤怒的大吼：该死的樱花小鬼子，刚才打老子打个爽吧，我特么的砍死你！只见小坤过来，手起刀落，直接让他也成盒了。于安夏此时也是走了过来，把5套让给了小坤，他们俩只拿了一点有用的。不过拥有这样一身套装已经足以在普坝横着走，哪怕是一个人单挑一个普通的玩家队伍都不算什么。刚才那个人虽然我想不太起来，但是我对他的身影很熟悉，而之所以他会帮我们解围，应该是因为他也是夏国人。为了夏国的国运，为了夏国的人民们，我们所有的夏国玩家都应当互帮互助，因为我们身上流淌的是同样滚烫的龙之血。夏国直播间之中，解说员黄翔用力一拍桌子，眼中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说得太好了，我们夏国玩家只要互帮互助，一定能够突破樱花国和泡菜国的封锁，在这一届国运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听到他的话，夏国的观众们也是不禁热血沸腾，燃起来了。兄弟们，说实话，我现在都恨不得冲进游戏里给那个龟田次郎来上2刀。蓝鹰国有艾丽西亚，樱花国有龟田一郎，但是我们有柯三光，没错，就凭这个赚钱速度，等到这一届竞赛结束的时候，不知道柯三光能够攒下多少的资产。小柯加油，夏国加油！阿 T 站在自己的特勤处之中，小柯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有些疑惑地扫视了一下周围，什么情况？有人想我了？然而就在此时，小柯在游戏界面中的好友界面突然亮起，而出现在界面上的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名字——陈明。这个绿茶普信女加我干什么？小柯有些疑惑地说道。不过本着关爱智障的原则，他还是同意了陈明的好友请求。小柯，是不是你抢走了王少的6级红色套装？你知道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吗？陈明发来的第一句话就让小柯瞬间绷不住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国运3角洲游戏出现的第一时间，各国就纷纷颁布了条文，在国运竞赛之中进行的一切击杀、掠夺、交易等行为都不受法律的限制。小柯直接一串星号发了过去。看到小柯发过来的信息，陈明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曾经的小柯对他有求必应，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会全部照办，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但没想到进入到国运3角洲游戏之后，小柯这个出了名的老实人加暖男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深呼吸了几口气，在聊天界面里发送道：小柯，我也有自己
己的苦衷，说这些根本没有意义。我现在只要求你把属于王少的6级套装还给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柯直接2字回复了过去。陈明看到小柯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顿时气从心中来，忍不住说道：小柯，我知道你之所以偷袭王少，就是因为想要在我的面前证明你比他更强，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幼稚的行为，而且你这样做绝对会给自己惹上麻烦的。等回到现实，王少肯定会珍视你的。但是在小柯看来，这个女人简直是无知愚蠢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以她的游戏技术，等到国运三角洲游戏结束之后，估计自身的资产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到时候她还会怕王腾这个没脑筋的富二代吗？王腾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你也太过高看他了。小柯淡淡的说道。至于你，呵呵，我觉得你跟我手里的这一套6级红色套装是差不多的。陈明看到小柯的前一句话，面色顿时一冷，但是看到小柯的后一句话，他却是心中微微有些甜蜜。原来自己在小柯的心中，和价值600-700万的6级红色套装都能够相比吗？那的确是非常高的位置了。但小柯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让陈明面色骤变，险些气晕过去。我手上的这身6级套装表面看上去还是新的，实际上已经换过不知道多少任主人了。他就跟你一样，看着干干净净，甚至一丝一毫的瑕疵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却是天天被人上的公交车。你还有脸跟我说你是有苦衷的？你的苦衷就是在我兼职给你赚生活费的时候，你去和王腾约会吗？还是说你的苦衷就是在我贷款给你买礼物的时候，你却在王腾的面前把我们的聊天记录给他看，让别人把我当做一个纯粹的笑话吗？就你这样的人，以后离我远点。小柯直接关闭了对话框，他这一番话真可谓是毫不留情，直接狠狠撕破了陈明这个绿茶婊的一切伪装。心情大好的小柯直接打开交易行，再次将之前获得的那一身6级套装和满配 M14给挂了上去，顺便在交易行里买下了一份阿萨拉时尚周刊。想要偷偷瞟两眼大洋马的时候，一道金光突然从他的特勤处中升腾而起，连通了上方的天穹。而同一时间，国运三角洲游戏中所有正在进行的对局全部暂停，望向头顶的天空。而在天空之上，一道道金色的代码汇聚成了龟田次郎的身影。樱花国玩家龟田次郎向夏国玩家小柯提出国运挑战，进行国运挑战需要支付1亿哈夫币，是否确定支付？确定。龟田次郎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国运三角洲游戏，而从他的账户之中，1亿哈夫币也是瞬间消失，被系统直接扣除。而下一瞬，在他的面前，一道龟田的身影缓缓出现，顿时一愣，我说是哪个小鬼子这么不安好心呢？原来是你这个倒霉催的，怎么身上的6级套装又穿腻了，想要送给我不成？而当再看到他那张脸，龟田次郎顿时明白了，原来那个资产为0的夏国玩家和之前偷袭自己的竟然是一个人。樱花国皇宫中，八大夏国有句俗话，柿子要挑软的捏，但是次郎这个笨蛋偏偏选了个最硬的。天皇愤怒地说道，要是输了，我们国运肯定会大幅度衰减，有可能还会被龙国超越。龟田一郎此时为了给弟弟开脱，连忙说道，天皇陛下，您倒也不必如此悲观，一郎他的账户上有着足足几亿的哈夫币，这是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就算是小柯的赚钱速度再快，也没有那么容易赶上他的。天皇闻言微微思索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你说的倒也对，但是这个小柯的出现对我们绝对是一个威胁，希望次郎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到时候他就要当着全国人的面切腹谢罪，你爹明白？嗨，原来之前帮了我们的人是他。于安夏惊讶地说道，他之前就觉得那个身影有点眼熟，而如今他却明白了，那个人正是刚开始资产为0的那个名叫小柯的夏国玩家。樱花国的国运挑战肯定是蓄谋已久，想要对我们夏国不利，但是他们似乎挑错了对手。小柯他绝对是这一次参加国运三角洲游戏的夏国玩家里最难对付的一个人，或许等到之后，我可以找他一同商量一下对付龟田次郎的策略，必然要狠狠挫败樱花国的阴谋。天穹之上，世界意志的声音再次传来，国运挑战成立。本届国运三角洲竞赛结束之时，将对比双方资产数量，胜者所属国家可掠夺败者所属国家的1半国运。大国的直播间里，观众们的骂声几乎要把整个直播间都给掀翻了。该死的樱花国混蛋简直是丧心病狂了，竟然如此算计我夏国，此仇此恨，倾尽3江5海也难以消除。可惜你们这次选错了人，柯三光绝对能够虐爆你们这群小鬼子。没错，就凭这样的赚钱速度，柯三光用不了1个星期就可以追赶上樱花鬼子的资产，到时候就是一场公平的比拼了。黄翔的脸上依然带着笑容，神色看上去似乎很轻松。没错，柯三光他一定能够击败樱花国，为我们夏国增添大量的国运的。研究组的办公室里，钟组长，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几名夏国高层望向了一旁的组长钟岳。钟岳轻叹一口气说道，每一届国运三角洲竞赛的冠军都可以向世界意志提出一个要求。第一届的冠军蓝英国的艾莉西亚提出的要求是让世界意志给予蓝英国科技的扶持。蓝英国的科技在这2年之中也是进步迅速，甚至已经研制出了三角洲中的一些科技物品。而第2届的冠军樱花国的龟田一郎应该便是向着世界意志提出了这国运挑战的要求，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足足1年的时间。我无法向你们保证小柯他一定能够赢得这一场国运挑战的胜利，但我可以确认的是，如果说这一届所有的夏国玩家之中有谁能够化解樱花国的阴谋，甚至让樱花国自食其果，恐怕也只有他了。就在此时，一名研究员猛冲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平板电脑。组长，诸位领导们也在呀。小柯他已经再次开始了对局，而且这一次他换了地图，他购买了一把手枪和一把狙，匹配进了长宫溪谷。樱花国皇宫中，天皇正在想办法解决夺舍刘小柯，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每一局匹配进0号大坝地图的樱花国高级玩家都必须进行搜点，尤其是行政楼附近，搜点必须由3人队伍同时进行，
绝对不能给小柯这个家伙各个击破的机会。只要能够压制住他的嚣张气焰，等到3个月之后，迎接他的就只有失败。龟田次郎的计划非常不错，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小柯这一次并没有匹配0号大坝，而是在看完大洋马之后匹配到了另外一张地图长宫溪谷。一般来说，达到6级的玩家就可以解锁国运三角洲游戏中的另一张地图长宫溪谷。0号大坝的特点是资源点比较密集集中，地图比较小，容易遭遇玩家并且产生交火。而长宫溪谷的地图比0号大坝要大上许多，而且大部分资源点中间的地形都是较为空旷，很少会有近身作战的机会，基本都是中远程的战斗。所以在这样的大地图之中，攻击距离较远的射手步枪和狙击步枪就比较吃香了。所以长宫溪谷这张地图也被称为是死狙仔的大本营。但也正是因为地图较大并且空旷，所以长宫溪谷这张地图的危险性相比起其他的几个地图来说是比较小的，而撤离的成功率也是很高。所以在前面的2届国运三角洲游戏中，长宫溪谷基本上属于那些买不起高级装备，想要在游戏中赚取第一桶金的玩家的伊甸园。小柯从直升机上沿着滑索降落下来，稳稳站在地上之后，拿着这把狙击枪 SV98 也是小柯最喜欢的一把狙击步枪。对比起其他的狙击步枪来说， SV98 无论是从伤害还是稳定性，亦或者说价格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而除了这柄狙击步枪之外，小柯还带了一个 G18 手枪。G18 和 MP5 一样，同样是修脚流鼠鼠们的最爱，配合上肉弹的超高爆发，即使是一柄手枪也有能够瞬秒其他玩家的能力。至于那柄 SV98 狙击步枪，小柯则是直接选择了昂贵的5级金色品质子弹，毕竟狙击步枪需要的就是1击必杀的能力，省在什么地方也不能省子弹。不过小柯这一局选择的防具比起之前还要更加极端，全部都是白色品质，其中包含一个增强耳力的1级白色听力头户外棒球帽，还有一个普通的摩托马甲，这是最为典型的玻璃大炮玩法。小柯现在的防具绝对是扛不住其他玩家的一梭子子弹，但是对于小柯来说，他也只需要1次出手的机会就能够直接将对方给击倒。之所以他敢使用这样的套装，就是出于自己自身技术的绝对自信。蓝银国直播间，夏国与樱花国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而按照历史来说，本身就是由于樱花国对于夏国这个曾经领主国的自卑，从而转化为了憎恨。解说员可谓是非常敢说。不过现在的蓝银国也是完全有这个底气，就算是同样身为在国运三角洲游戏中拿过冠军的国家，但是蓝银国的底蕴原本就比樱花国丰厚得多，而国运增强之后，蓝银国获得的好处也自然是比樱花国要多。更何况樱花国用他们冠军的机会换取了国运挑战的规则，而蓝银国则是将这个机会实打实的加到了科技上，二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艾莉西亚并没有说话，而是注视着小柯手中那一柄狙击枪，她能够感觉到小柯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套装，绝对是有着自己的倚仗。艾莉西亚非常想看到小柯在这一局对局之中展现出来的表现。夏国直播间，柯三光这一次可是动了杀心了，就连狙击枪都给搬出来了，毕竟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夏国的国运，肯定是想要尽快攒够足够的资产。他这一局落在了哈夫克雷达站的东边1号位，应该是又想要去阴人了吧。正如弹幕上所说，小柯在降落在卡夫克雷达站的1号位之后，便头也不回地切出屠龙，朝着里面快步跑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进入雷达站的最深处主楼，而是上了位于主楼对面的那一栋楼，随后趴在了地面上。过了不一会，2股从不同方向传来的脚步声顿时传入了他的耳中，而这2队人的目标非常一致，都是想要尽快进入哈夫克雷达站的主楼。而从中间1号位进入的那一队，脚步明显快一些。小柯轻轻抬起头，手中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那快步跑进主楼的2队人，但是却并没有开火。现在将他们击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是让他们替自己先打一回工，搜集一些物品再杀，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王少，好像有人跟我们一起进入到主楼了，这下可怎么办？陈明听着后方急促的脚步声，对着前方的王腾急忙说道。王腾此时却是淡淡一笑，这什么急？等我们进去之后，凭里面的掩体来对他们反攻，还可以趁机打开大保险箱，搜寻里面的高价值物资。这一次我匹配进了长宫溪谷，总不会遇见小柯那个老阴币了。没了他，我看还有谁能挡我？王腾站在大保险箱之前，一个一个校对着密码，随后面前的保险箱门轰然打开，而在保险箱内道具的获取界面之上，却只有一个1格的道具正在缓缓浮现而出，越慢说明出的货越好。而王腾此时面前大保险箱里的这件1格道具，竟然足足过了1秒多都没有显现出来。难道说？王腾猛然瞪大了眼睛，下一瞬，一枚光芒璀璨的钻石出现在了界面之中。王腾的身躯猛然一颤，右手如同闪电般伸进了大保险箱里，随后将那枚钻石给取了出来。非洲之星竟然是非洲之星，哈哈哈哈！这下子发财了。一旁的陈明看到这枚非洲之星，眼中不禁流露出了强烈的渴望。没有女人对于美丽的珠宝不心动的，而这枚非洲之星的价格更是足足有1300多万夏国币，那是国运三角洲游戏中价值最高的道具。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他和小柯说，如果想让他们2个人和好，小柯必须给他一枚非洲之星，为的就是让他彻底死心。而在三角洲中，非洲之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之物，但是陈明也很清楚，王腾是绝对不可能把这位非洲之星让给他的。虽然在小柯面前，陈明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绿茶婊，但是他的心里
里也很清楚自己在王腾面前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是一个区区的玩物而已。就连之前那一枚几十万的量子存储，王腾都不想送给他，更何况这价值1000多万的非洲之星呢？王腾将这枚非洲之星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脸上的喜悦之色溢于言表。因为之前被小柯给夺舍了一次，他这一次起刘涛心都在滴血。但是如今获得了这一枚非洲之星，王腾可以说是完全回本了，只需要顺利从这局游戏里撤离，他就可以补平之前的亏损，而且还可以大赚一笔。等我们撤离的时候，我把这一身5级金色套装给你，就当是给你发红包了。王腾笑着说道。陈明闻言也是兴奋地点了点头。虽然这一枚非洲之星绝对是没有他的份，但是这一套金色品质的套装价值也在100多万，绝对是极为昂贵的存在。但就在此时，从楼下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枪声，那些马福克士兵一个接一个被击杀。很显然，跟在王腾他们后边的那一队已经快到了王哨。我们现在怎么办？要被他们堵在里面了。陈明慌张地说道。王腾眼珠一转，拉着陈明躲在了一个房间的拐角，随后他指着上楼的楼梯位置对陈明说道：“你往那里扔一个烟雾弹，让他们误以为我们上楼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大门里跑出去。”陈明点了点头，只见他此时随手一挥，上楼的楼梯位置瞬间绽放起了一大蓬灰黑色的烟雾，包裹住了那一片区域。过了几秒钟之后，一队蓝英国玩家快步跑进了大厅之中，在看到楼梯那里升腾而起的烟雾之后，连忙说道：“法，他们竟然往楼上跑了，赶紧去追他们，快点！我刚才都听到了那个傻鸟的笑声了，他好像开出了非洲之星，如果抢到这一枚非洲之星，我们3个可就要发大财了！”哈哈哈哈！看着快步跑过去的3个人身上装备齐全，王腾的脑门上也是冒出了冷汗。他很庆幸自己刚才没有生出直接与他们3个对枪的想法，要不然自己现在估计坟头草都已经2米高了。王腾的调虎离山之计还是比较成功的。趁着3名蓝英国玩家上了楼，王腾和陈明2人连忙头也不回地朝着楼下跑去。而楼上的蓝英国玩家的耳力也是非常敏锐，听到楼下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的时候，立刻就明白自己中计了。酸萝卜必吃，狡猾的夏国玩家给我往下面追。就这样一队逃一队追，王腾这一队和蓝英国的一队很快就来到了哈夫克雷达站的主楼下方。主楼下方有着一片面积巨大的通道，两边开口，中间则是有着不少集装箱形成的掩体。王腾他们跑到了正对着主楼的一个集装箱后方，终于松了一口气。2人手中的枪口直直地对着主楼的大门，随时准备对蓝英国的3人队伍进行反击。这里地形开阔，如果实在打不过的话，还可以跑，比之前被困在楼上的局面要好得多。但就在王腾聚精会神地盯着雷达站主楼大门的时候，在他的身后却是突然响起了枪声。砰！王腾的6级头上顿时绽放出了一道凄艳的血花，而他的血条也是在这一刻被瞬间清空，一枪毙命。夏国直播间这个叫做王腾的可真倒霉，竟然每一次都能碰上叶三光。报告老师，这件事我知道，王腾好像抢了叶三光的女朋友，就是那个和他一队的陈明。我靠，夺妻之恨啊！怪不得叶三光每一次都要搞王腾，谁让他招惹了这么一个难缠的人物呢？而此时解说员黄翔也是笑着对观众们说道：“现在就能够体现出5级金色品质子弹的作用了，在有心算无心一枪秒杀的情况之下，依旧算是比较节省的使用方法。而且就算是近战叶三光，他也不会惧怕，因为他手里的那柄G18里面填装的都是肉弹，在近战修脚的情况下能够爆发出非常强大的威力。”而此时在蓝英国的直播间，解说员对艾莉西亚提出了一个问题：小颗子弹数量太少了，就算打倒了敌人，自己不也暴露在敌人队友的视野里吗？艾莉西亚淡淡一笑说道：“你的怀疑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忘了一个先决条件，真正优秀的狙击手是不会给对手靠近他的机会的，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只会是一枪毙命。”陈明，俺不中嘞，快救我！被击倒的王腾靠着集装箱一阵后退，吓得连老家话都给说出来了。要知道他这一次被背包里放着的东西，比上一次被小柯给阴死的时候还要多，那可是价值1300多万一枚的非洲之星。如果放到外面的话，就凭这一枚非洲之星已经足以换来一辆顶级豪车劳斯莱斯幻影。而这一次非洲之星也是相当于现在王腾身上的1半身家，是他崛起的希望绝对不能够失去。但是他现在身处的位置根本退无可退。雷达站的主楼之中，那一队蓝英国玩家正在从里往外冲出来，而在他的身后则是有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狙击手，一直在对他虎视眈眈。前有狼，后有虎，陈明现在也是慌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赶紧封烟救我啊！王腾愤怒的这句话顿时让陈明惊醒，他的右手一伸，许多烟雾弹直接爆开，灰黑色的烟雾遮蔽了王腾的身影。而陈明此时也是连忙上前对其展开了急救，烟雾效果的确不错，就算是小柯一时间也是无法分辨出2人的具体位置。但是别忘了，小柯这一次带的是听力头，能够增强收音效果，而陈明救人的音效在他的耳中听得清清楚楚。不过现在小柯并没有直接击毙陈明的打算，倒不是因为对这位前女友怜香惜玉，而是想拉他做肉盾。他毕竟是只有一个人，顶多只能架住一条枪线，如果遇到水平较高的玩家懂得分散包围，那他就有些难以处理。但是有了陈明在前方当靶子，就很容易让跟在他后面的那一队露出破绽，方便他各个击破。必吃！我刚才似乎听到了枪声，在前面又是烟雾弹，又想玩调虎离山这一套，我偏不信，非要上前看个究竟不可。3名蓝英国的玩家之中，其中1名快步上前，朝着那一道烟幕走去，脚步声顿时让正在救人的陈明心中一颤。但就在此时，陈明身后一声枪声骤然响起，啪！一枪爆头，那名蓝英国玩家顿时应声倒下。有狙击手。
是2个夏国人的队友。蓝英国的几名玩家惊呼说道，而陈明此时却是笑比哭还难看。他想用我们当肉靶子，这么缺德的玩法是谁想出来的？王腾虚弱不堪地说道。陈明闻言心中顿时一亮，有些疑惑地想到，不会吧，不会是小柯吧？而此时剩余的2名泡菜国玩家之中，其中一个扔完烟雾弹也在救队友，但是小柯此时却是呵呵一笑，右手一挥，黑漆漆的炮筒顿时显露了出来，3连装手炮发射，通通通，3枚炮弹落地，顿时闪烁起了强烈的红光。正在救援队友的蓝英国玩家顿时大吃一惊，脚底抹油就想要立刻躲避，但是小柯的计算却是十分之精准，3枚手炮已经预判到了他所有可以闪避的位置，轰轰轰！猝不及防之下，那名蓝英国玩家还是被其中1枚炮弹的爆炸给波及到了，手中的狙击枪朝着那个方向径直便是一枪，可惜只是打到了身子，但是配合上刚才炮弹爆炸的伤害，还是直接击倒了那名蓝英国风衣玩家。此时3名蓝英国玩家之中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之前小柯的频繁出手，也是让他确定到了小柯这个狙击手的点位，但是他却不知道，之前从雷达站主楼之中跑出来的一队，和现在击倒了他2名队友的这个狙击手并不是一队。害怕被3人包抄的他，只能选择亮出身位跟小柯强对一波枪，或许还能寻到一线生机。身在集装箱之后，这名蓝英国威龙玩家身后喷涌而出了大量的气体，向着前方直直飞了出去。而在半空之中，他手中枪械的瞄准镜中心也是已经对准了小柯所在的那个窗口，但还没等到他出手，1枚闪亮的狙击子弹便是飞快地划过了空气，命中到了他的眉心。3枪灭队，3个盒子出现在了王腾和陈明的不远处，2人此时都是呆愣在了原地。3枪杀3人，这名隐藏在他们身后楼里的狙击手实在是太恐怖了，简直就是燕双鹰在世啊！我们趁着现在赶紧撤，兴许他想下楼舔那几个包呢。王腾说道。然而恰巧就在此时，又是1枚子弹直接穿透了烟幕，命中到了王腾的身上。刚刚被救起来的王腾血条还没有满，承受了这一枪的伤害之后，顿时再次陷入了被击倒的状态。我靠，不要啊！我的非洲之心不能丢在这里啊！王腾崩溃的怒吼道。谁承认这枚非洲之心是你的了？在王腾身后的楼上，小柯悠闲慵懒的声音顿时传入了他的耳中。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陈明顿时震惊的说道：小柯，竟然又是你！王腾听到陈明的话，顿时愤怒的大声说道：小柯，整个国运三角洲游戏只有我一个玩家吗？你为什么总是追着我不放啊？小柯闻言顿时嘴角一抽，我根本就没有追着你，只是你们非常有幸跟我匹配到同一局游戏而已。当然一般来说我不会对夏国玩家下手，但是你们2个根本就不是人，所以我杀起你们来根本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王腾悲愤地看着自己手里的非洲之星，又看了一眼身边的陈明，说实话，在这一刻他的确是有些后悔了，后悔抢走了小柯的女朋友，但是为什么歪嘴龙王这种明显的小说剧情竟然会在自己的身上出现？而且王腾他自己还是一个反派，小柯，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一点呢？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应该放我走，不是吗？陈明大声怒斥说道。那如果我把王腾背包里的非洲之星送给你呢？小柯突然说道。此话一出，陈明和王腾的脸色都是一变，现场的气氛也是陷入到了一片诡异的沉默之中。夏国直播间中，弹幕一阵滚动。我靠，柯三光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杀人诛心啊！这个绿茶妹长得倒是不错，怪不得能够迷得王腾那个富二代5迷3道。但是现在小柯的身家可未必比王腾少，像这样的拜金女投怀送抱也是理所当然的。她并不是慢热，她只是对没钱的人慢热而已。而隔壁的蓝英国直播间也同样是热闹非凡，脑子里面只有钱的女人。没想到这位夏国玩家还有这样的经历。解说员感慨着说道：不得不说，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我的前女友。一旁的艾丽西亚闻言眼中顿时闪烁起了好奇的光芒，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大瓜等着自己呢。陈明的态度让旁边的王腾感觉到了一阵恐慌，他可以接受自己的非洲之星被小柯抢走，但是不能接受小柯将这枚非洲之星送给陈明，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在抽他的脸。然而还没有等陈明想好，小柯的声音就再次响起：你的犹豫已经说明了你的态度，不过很抱歉，在我看来，你和非洲之星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非洲之星的价格足足有1300多万，而你的13就算是狗见了都嫌脏，所以我只是逗逗你，却没想到你还真的当真了。果然像你这样的捞女根本就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啪 ，SV98 狙击步枪的声音再次响起，陈明的低级护甲自然是挡不住小柯的5级金色子弹，直接清空血条，变成了一个盒子，所有的敌人全部被击杀。但是小柯并没有着急下楼，而是仔细搜索了一下周围的点位，在确定了哈夫克雷达站之中并没有进来其他的敌人之后，小柯这才开始填起了盒子。王腾的那一枚非洲之星自然是被小柯给放进了安全箱，而除了非洲之星外，最有价值的自然便是几名玩家的枪械与身上的护甲了。很快小柯把能拿的都拿上了，就连之前一直陪伴他的 SV98 狙击步枪都被他给卸下子弹之后忘本的扔掉，换上了一名蓝英国玩家的 AWM 狙击步枪。有这么好的装备却被我直接一枪就给爆头了，你也是死得挺冤的。小柯忍不住吐槽说道。在背包界面之上，小柯这一局的收获已经达到1700万以上，而他的身上也已经装不下其他的道具。原本想要清图的打算自然是直接作废了，毕竟就算是收获更多的东西，他也没有地方装了。从哈夫克雷达站离开之后，小柯径直便朝着撤离点而去，没有丝毫的停留。然而在他走后，一道身影却是从雷达站的角落中钻了出来，还好没被那个叫做小柯的大佬发现，要不然估计我的脑壳也不保了。他在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后，确定小柯没有再回来，于是开始舔起了小柯舔过的几个盒子，吃点剩饭。我勒个去，这么肥！看到那几个死亡之箱里小柯舔剩下的5级套装，还有一些枪械，甚至还有不少的紫色物品，他顿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些东西拿到外面的话，绝对能够赚上个100-200万，到时候他就不用再这么躲躲藏藏的当阴沟里的臭老鼠了。太妙了！谁说吃别人的剩饭拿不到好
东西呢？我杨七家今天也算是彻底起家了。等到从这局游戏撤离之后，我一定要找那一位小柯大佬拜师，今后我就跟他混了。这一次我们的运气真的不错，竟然落到了钻石皇后酒店的1号位。钻石皇后酒店可是绘出非洲之星和金条的高爆率地点，我们这一次要发财了。听说这里有一个 boss 叫做地狱黑沙蕾丝，这一次就让他尝尝我们白象国的枪法。我买了酒店国王房和王子房的卡片，到时候咱们几个一起进去搜，都不要客气。钻石皇后酒店和哈福克雷达站一样，都是长弓溪谷这张地图之中能够刷出顶级资源的地点，而负责镇守长弓溪谷这张地图的 boss 地狱黑沙蕾丝也会随机出现在哈福克雷达站和钻石皇后酒店这2个地方之中。此时，一队白象国的玩家抢到了距离钻石皇后酒店最近的位置，于是连忙朝着楼内冲了进去。对于这种小规模地形的战斗来说，自然是首先开始架点的队伍能够取得最多的优势，所以他们也想尽快进入到酒店之中。将保险箱打开之后，便反架跟在他们身后的玩家几人快步冲进酒店之后，顿时听到了楼上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怎么会有脚步声？难道有人比我们更快进到酒店里面了吗？其中一名玩家畏惧地说道，而另一名玩家此时则是不屑地说道，肯定是人机士兵的声音，我都听到他们在上面说话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等到上去之后，我们轻轻松松就能够把这些人机士兵全都给处理掉，还不是随便爽吃。几人一边交谈着一边上楼，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在他们的身后还紧紧跟随着一个人。这么密集的脚步声，很明显是蕾丝刷到这里了，你们还敢这么轻松的往里冲，真是不把老大的肘击放在眼里啊！小柯耸了耸肩说道。小柯完成了上一局的对局之后，随后便开始了下一局对局。现在能够解锁长弓溪谷这张地图的，绝对都是身家比较丰厚、实力比较强的玩家，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搜集到更多的贵重物资，所以小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而听力头的效果在此时显现了出来，小柯远远就听到前面的这一队在他之前进入到了酒店中，所以他选择了径步跟在他们几人身后，一点一点的朝着酒店里摸去。而那一队白象国的玩家因为被楼上的脚步声影响了而立，所以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小柯一直在跟踪他们。他们3人一个个快步冲到了楼上，却发现一个头戴红色贝雷帽、身穿霸气将军服的那个正在直愣愣的盯着他们。地狱黑沙蕾丝竟然真的刷了蕾丝，这次发大财了！我就要他手里的那把 S12K 霰弹枪，我要他的5级头，他的5级护甲就给你了。没问题，我们赶紧解决他。在国运3角洲游戏之中，长弓溪谷常规难度的 BOSS 地狱黑沙蕾丝装备的是5级金色头盔与5级金色护甲，手中拿着的 S12K 霰弹枪装有5级金色霰弹枪子弹，这样的配置自然也显现出了蕾丝强大的战斗力。但是这3名白象国玩家对此却是不以为意，这个看上去呆呆傻傻的 BOSS 其实和那些人机士兵没有什么区别，是非常简单就能够击败的存在。而同一时间，蕾丝也是朝着3名白象国玩家的方向冲了过来，用这个楼梯角落当做掩体，咱们3个交替射击，很快就能够将他击杀。3人卡在上楼的楼梯转角，利用旁边的墙体作为掩体，想要借此应对蕾丝的攻击。而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是被身在楼下的小柯听了个全部，顿时让他愣了一下。卡墙角打蕾丝，等会不会要重现那一幕名场面了吧？3名白象国玩家交替射击，子弹在蕾丝的身上爆发出了一蓬蓬血雾，但是蕾丝对此却是根本不管不顾，径直朝着3人的方向冲了过来。3名白象国玩家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想要向后撤退，却是已经晚了。只见此时蕾丝上前一步，带着强大劲风的手肘狠狠地轰击在了3名玩家的身上，几乎是一瞬之间，他们3人的血条就被瞬间清空。一声惨叫过后，3名玩家顿时变成了3个死亡之箱，出现在了地面上，一肘3破，速干秒杀。下方的小柯听到了楼上的动静，顿时嘴角一抽，心中也是猜出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进入状态，一步一步的从楼梯上了2楼，而不远处的蕾丝也是很快便发现了他，但是小柯的反应却是十分之快，他手一挥，面前一枚烟雾弹瞬间炸开，遮蔽住了他的身影。紧接着他飞快地撤离了蕾丝的视线，并没有去舔那3个死亡之箱，而是缩到了2楼的其中一间屋子里。而这间屋子正是放大保险箱和骇客电脑的房间，也是钻石皇后酒店的精华所在。小柯并不是害怕蕾丝，而是想让蕾丝这个 boss 充当他的哨兵。他刚才听到了钻石皇后酒店的楼外似乎有着一些动静，应该是有其他的队伍也进入到了这里，所以小柯干脆选择了避战。否则的话，他不只是要对付蕾丝，还需要对付他身边的4个护卫，需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和子弹。就让老大给我守着门，这样我搜的才能够更舒服一些。就在小柯忙着开启大保险柜的时候，另一队来自于枫叶国的玩家则是悄悄进入到了钻石皇后酒店的主楼。哇，楼上好像有开启保险箱的声音，还有非常杂乱的脚步声，一定是有人。一名玩家说道：“走走走，绝对不能让他顺利开启保险箱，一定要阻止他。一个肘击秒了3个，这就是蕾丝的实力吗 ？Man, what can I say？” 直播间里的欢乐多，而钻石皇后酒店之中，小柯也正搜得不亦乐乎，完整牛角、阿萨拉酒壶、黄金饰章，哈哈哈哈！对了，太对了！小柯定定地望着大保险箱之中的3个紫色道具，脸上的笑容满是扭曲。3角洲行动这款游戏之所以又被称为牛角洲行动，就是因为完整牛角这件道具的爆率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这种道具一般只出现在会出红出金的大保险箱之中，一旦出现就会引起玩家们的一阵哀鸣。占据了2格的背包格子，但是拿到外面却卖不出价钱来，简直就是保险箱刺客。看来选择玩夺射流的确是对的，我这开箱子的幸运值还是前世一样感人。小柯无奈地说道，随后他的目光又望向了一旁床头柜上放着的骇客笔记本电脑。骇客电脑也是有诀窍的，那就是如果点在前面的话，有几个点便输入对应的数字，而如果是横杠在前面的话，有几个横杠便将其数量乘以2，再加上后面的点数，这便是密码之中的数字。给我开！骇客电脑的屏幕上显现出了破译成功的字
字样。随后，一张闪耀着金色的电路板便是出现在了小柯的手中。曼德尔超算单元，小柯睁大了眼睛，激动的直接从地上蹦了起来。那是一件足足占据了他安全箱9格的道具，但是其价值却也是在200万以上，完全是值得的。就算是之前缴获了王腾开出来的那一枚非洲之星，小柯的心里都没有如此激动过，因为那对于小柯来说只能算是战利品，而面前的这一张曼德尔超算单元则是他自己开出来的，意义根本就不一样。但就在小柯捧着这张曼德尔超算单元喜不自胜的时候，楼下却是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踏踏踏。小柯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随后轻轻打开了房间的门，手中的G18手枪瞄向了屋外。樱花国皇宫之中，天皇愤怒的一拍椅子说道：“该死的，竟然被这个叫做小柯的夏伯人出了大祸，这一次又让他的资产上涨了。”然而旁边的一名大臣却是喜滋滋的说道：“天皇陛下，请您不要生气，我们已经看到，除了身处哈夫克雷达站和超星车站的2队之外，其余的玩家已经全部都朝着钻石皇后酒店的位置赶去了。小柯他距离被围攻也不会太远了，面临这么多人的进攻，就算小柯有3头6臂，也是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钻石皇后酒店。到时候他身上的曼德尔超算单元，也只是为其他人做嫁衣而已。”天皇闻言满意的露出了一抹微笑，然而龟田一郎此时眉头却是紧紧皱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小柯的举动之中感觉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意味，就好像一切都在小柯的掌控之中一样。小心一点，楼上的脚步声很杂乱，可能是整整1队人。我的4级子弹已经装好了，在我紫色子弹的 EUG 面前，就算是3个人也会被我撕个粉碎。大家一起冲就是了。3名枫叶国的玩家快步跑上了楼，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3个排得整整齐齐的死亡之箱。见到这一幕，他们顿时停住了脚步，心中忍不住微微一颤，这特么的什么情况？死了就死了，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整齐，就像是排着队来送死一样？而下一瞬，他们就看到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那位和劳大至少有着7、8成相像的人。我要把你崩飞！地狱黑沙雷斯身边共有4名护卫，分别是2名阿萨拉盾兵护卫，手持可以遮挡子弹的大盾与冲锋枪进行攻击，而另外2名护卫则是手持突击步枪，伤害同样十分之高。而且这些护卫都和雷斯一样有着肘击的能力，猝不及防之下可以将玩家瞬间秒杀。雷斯手中的 S12K 霰弹枪枪口之中喷吐出了一道火光，而位于最前方的那名枫叶国玩家血条瞬间消失了一大半，而跟在雷斯身边的护卫此时也是对着前面玩家开枪，同样造成了恐怖的伤害。站在最前方的那名枫叶国玩家被雷斯和4名护卫集中攻击，血条瞬间清空，直接就被击倒。毕竟雷斯手上的 S12K 霰弹枪填装的可是5级金色品质子弹，而跟随在他身边的几名护卫手中的枪械填装的也是4级紫色品质子弹，即便是面对穿着刘涛的3人，也是可以轻松秒杀的。眼见着站在自己前面的队友被击倒，后面的那一名枫叶国玩家顿时吓得一声大叫，手中的 EUG 疯狂地向着前方射击，但是仓促之下，他的一梭子子弹全都射在了盾兵的盾牌上，溅起了一连串的火花，但却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咋喝多了手抖啊？雷斯说出了一句十分嘲讽的话，随后上前一个肘击，直接秒杀了后面的那名玩家。而仅剩的那一名枫叶国玩家见到这一幕，顿时吓得亡魂大冒。为了购买这一身装备，可是耗费了他所有的身家，如果折损在这里，那他可就真的完了。我不打了。这名枫叶国玩家快步朝着2楼的转角跑了过去，想要绕一个圈子，躲过雷斯的追击，从另一个方向下楼。然而在此时，旁边半开着的门户之中，一连串的枪声瞬间响起，一发发子弹无比精准地命中了他没有被护甲保护着的腿，瞬间清空了他的血条，和雷斯双排再次3杀灭队。钻石皇后酒店之中发生的这一幕，直接让夏伯的直播间炸了。小柯竟然把雷斯当成队友了，这特么的也太离谱了。主要他一直用烟雾弹拉开距离，而且还进步避免发出声音。雷斯肯定会优先攻击其他的那些玩家。不对，好像又有2队人朝着钻石皇后酒店去了，应该是听到枪声以后想要劝架的。我刚才看了哈夫克雷达站那一队出了金条，而且还搜集到了不少的蓝色和紫色道具，所以想要撤离了。但是超星车站那一队也朝着钻石皇后酒店去了。除了小柯这个单排的之外，其余的5队里有4队都朝着钻石皇后酒店来了，简直就是大围剿啊！依我来看，这一集的名字很有可能叫无人生还，所有人都会被小柯这个老六玩死。正如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所说，有一队樱花国的玩家和蓝鹰国的玩家分别从超星车站与坠机之地前来，想要来钻石皇后酒店劝架。但是2队，一个从地图的北方来，一个则是从西方过来，双方并没有碰面，而是分别从不同的路线进入到了酒店之中。酒店的2楼上，雷斯已经听到了小柯刚才G18手枪的声响，朝着他的位置大步走了过来。但小柯想也不想，直接掏出自己刚刚购买来的293狙击步枪，一发子弹正中雷斯身边1名护卫的脑袋。如此近的距离，以他的枪法，自然是直接枪爆头，配合上293的快速射击，连续射击之后，4名护卫顿时减少了1个，而小柯则是再次丢下了1枚烟雾弹，让自己的行迹隐藏了起来。他此时悄悄地躲到了阳台的一个小角落里，缩在一张躺椅的后面，静静听着后面的动静。雷斯见到自己的1名手下被击杀，顿时气得暴跳如雷，但却找不到小柯的身影。然而此时又是一阵踏踏踏的脚步响起，来自于坠机之地的那一队蓝鹰国玩家已经进入到了酒店之中。3人此时结成了严密的阵型，手持 S23M 冲锋枪的玩家站在前方，朝着楼上一步一步探索而去。刚才听到了很明显的脚步声，而且这里还有这么多的死亡之响，很明显是被地区 BOSS 雷斯给干掉了。身为3人小队队长，迅速做出了判断，这也展现出了他对于国运三角洲游戏的了解。如果是玩家的话，在听到楼下传来脚步声的时候，肯定会用进步减少自己发出的声音，绝对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快步行走。而且楼梯上的3个死亡之箱整整齐齐的摆放在一起，很明显是被雷斯一个肘击给直接干掉。
角，2楼有一个红狼，应该是捡垃圾吃的老鼠，因为怕被雷斯打死躲起来了吧。蓝英国玩家说道，他身上穿的是1级头和1级甲，对我们根本没有威胁，但是在咱们的屁股后面跟随着整整一队，有5级套装也有4级套装，战斗力不容小觑。就在此时，一根箭矢突兀的从钻石皇后酒店的大门射入到了里面，而一阵滴滴滴的声音也是就在此时，在这一对蓝英国玩家的耳中响了起来，是露娜的侦察箭矢，准备战斗。蓝英国玩家大吼了一声，手中的枪口直指门外，但是不凑巧的是，雷斯此时已经听到了他们几人的脚步声，手持 F12K 霰弹枪朝着蓝英国队伍的方向冲，来一发，原地升天。另一名玩家见到此情此景，顿时愤怒地大喊了一声：“该死的尼哥，为什么偏偏要这个时候过来？”麦克，没想到我们再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国运三角洲游戏里，钻石皇后酒店的大门外，一个明显带着樱花国口音的声音传了进来。蓝英国玩家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也是反应了过来，疑惑地说道：“彻野，竟然是你！”他们2人是跨国的游戏好友，彼此都是各自国家最为顶尖的游戏天才，但是如今2人却是站到了对立面，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敌人。麦克，我曾经告诉过你，樱花国的游戏玩家才是最强的，这一届的冠军也必将属于我们。彻野哈哈大笑说道：“无敌的艾莉西亚小姐绝对不是龟田一郎那个蠢货能够相比的，除非你能够给她的冠军皮肤加上专属的 BGM， 否则我们蓝英国玩家永远高你一头。”麦克也是冷笑说道。麦克的话直接戳到了樱花国玩家心中最为脆弱的地方，这也是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夏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你们好像不怎么懂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在这里看着你们和雷斯还有他的护卫战斗，等你们的状态和技能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会亲自取走你们的生命和身上所有的物资。樱花国直播间中，解说员用力一拍桌子：“8个，龟田桑才是最强的，我们樱花国玩家是世界第一。”对于樱花国的游戏玩家来说，龟田一郎就是他们的信仰，也是整个樱花国的功臣。如果没有龟田一郎的带领，樱花国就不可能赢得上一届国运三角洲游戏竞赛的第1名。皇宫之中，天皇看着一旁面色有些阴沉的龟田一郎，淡淡的说道：“一郎，不要在意这些流言蜚语，你是我们樱花国最好的玩家和武士。”龟田一郎轻轻点了点头，但眼中依旧满是怒火。而同一时间，在蓝英国的直播间中，艾莉西亚却是轻轻笑了笑，似乎毫不在意。龟田一郎在其他的游戏之中就经常是他的手下败将，但是2人却并没有进入到同一届国运三角洲游戏竞赛之中。但是按照2人以往的战绩以及龟田一郎的冠军皮肤没有专属 BGM 这件事情，也是让樱花国的玩家觉得低了蓝英国的玩家一等，这是龟田一郎和所有樱花国玩家心中的痛点。但对于艾莉西亚来说，她根本就不在乎这种事情。相比起龟田一郎来说，艾莉西亚对于屏幕中的小柯更有兴趣。如今2队围攻，再加上雷斯和他的护卫，他要如何解决这些人呢？子弹飞一会，3名蓝英国玩家的枪法的确非常不错，直接率先干掉了那名仅存的手持突击步枪的雷斯护卫。但当他们想要继续攻击2名迟钝的护卫的时候，雷斯手中的 F12K 霰弹枪却喷出了5级金色子弹的威力，直接撕穿了那名蓝英国玩家身上的5级护甲，将他的血条打下去了一半，而他的右臂和腹部也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需要使用手术包才能够完全恢复。雷斯想要向前追击，但是却触发了牧羊人的声波陷阱，被减缓了移动速度。但是受到伤害以后，这一对蓝英国玩家也是成功吸引了雷斯的仇恨，让雷斯带着2名护卫朝着几人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钻石皇后酒店的大门之外，其余2名队友对彻野问道：“队长，我们要不要现在攻进去？至少能够击倒1个人。要是等他们3个击败了雷斯，打满了状态，到时候就很难处理了。”彻野闻言非常心动，微微思索了一下，便一拍大腿说道：“好的，我们3个人进不进去，避免被他们发现。”他朝着大门之内探了探头，随后带着2名队友悄悄地摸了进去。但是当樱花国的几人刚刚进入到酒店的大厅之中时，一枚子弹却是不偏不倚地洞穿了位于最后的那名樱花国玩家的头部。啪！那名樱花国玩家应声被击倒，随后便是3枚手炮在其身边爆炸，瞬间让其陷入到了濒死状态。有人偷袭，是红狼！彻野大叫一声，抬起头，却正好对上小柯的眼睛。小柯微微笑了笑，朝着彻野挥了挥手，随后飞快地朝后退去。巴格牙路，彻野抬起手中的冲锋枪疯狂射击，但却一发子弹都没有命中小柯。当他想要带着另一名队友追击的时候，旁边却是响起了蓝英国玩家的脚步声和雷斯的马上送你归西。彻野在听到脚步之后，第一时间扔出了几个磁吸炸弹，想要挡住蓝英国玩家的去路，但是回应彻野的却是闪光弹，瞬间闪瞎了他的眼睛。哒哒哒，精准的磁吸炸弹把几名蓝英国玩家给炸到了残血，但是麦克手中的冲锋枪却也是直接将彻野给击倒。在他们几人的身后，雷斯的2名盾兵护卫也已经被解决，只剩下雷斯自己还在追逐着几名玩家。但是这名 BOSS 的血条实在是太厚了，就算是连续的爆头伤害也不足以将其给击杀。又是接连的霰弹枪枪声响起，蓝英国队伍中的队友率先被雷斯击倒。麦克在击倒了彻野之后，正想要瞄准仅存的1名樱花国玩家，然而他眼角的余光却是注视到了2楼的栏杆上，似乎有着一双眼睛正在望着他。啪！293狙击步枪的枪口爆出了一团火光，而站在麦克身后的害爪玩家应声倒下。对于小柯来说，能够探测到他位置的信息位是对他威胁最大的，所以绝对会首先清除掉。仅剩的那一名樱花国玩家拿起了手中的 M4，就想要朝着麦克的方向扫射。千钧一发之际，麦克使用了威龙的喷气技能，朝着侧方躲闪了过去。哒哒哒哒哒，接连的子弹连续命中到了雷斯的身上，但是这名樱花国玩家和雷斯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艾莉西亚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作为刚刚进入国运三角洲游戏的玩家，就算是在之前受到了大量的培养与训练，在游戏中出现失误也是难免的。无论是我们蓝鹰国的队伍，还是樱花国的队伍，以及之前所有进入到钻石皇后酒店的队伍，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失误。但令我吃惊的是，小柯他仿佛算到了所有人的反应，就好像他能提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似的。这并不是游戏技术的差距，而是小柯的经验远远比他们丰富，而这也是最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像是专门为国运三角洲游戏而生的人一样。如果有机会，我真的非常期待与他交手。对比起龟田一郎来说，小柯才是我真正认可、有资格与我一战的对手。